在外面了吗？沿着台阶左转，过了左边的喷泉，然后到路口。跟着我的脚步走，随着这个节奏，这些也是你的脚步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我们现在在襄阳路新乐路路口，在你右边，你看到那座俄罗斯教堂了吗？曾经有一段时间搬到上海来并不需要护照，所以在1917年，很多俄罗斯难民来到了这个城市。这座教堂后来变成了一家夜店，直到总统普京认为这不合适才被禁止。我们现在正面对教堂，左转，穿过襄阳路。如果你需要时间的话，就按暂停键吧，我会等你的。我现在在另外一边了，你到了吗？好，继续往前走。你在新乐路上。你现在有可能正被街头小贩包围着，直接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，继续往前走吧。上海的潮人都知道新乐路是一个购物圣地，想看一下中国的流行文化的话，左转进入60号店铺 The Thing 吧。继续往前走吧，我们以后再来买东西。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上海很多俏丽的姑娘从这个店里走出来，她们大约20岁左右，而这个城市是属于他们的。上海的街道像一条悠长的谣言一样，能够穿越和告知一切。这些街道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成百上千的趣闻轶事。试想一下，每一条街道都是一条小溪流，一条继续向下的溪流，流向大河——苏州河。我小了，我多少岁了？弄啥弄了？弄房呀？可是他厨房我咋子？继续往前走，在你左方，那是张明，修自行车的。他经常会放一碗水在路上，以便检查自行车轮胎是否漏气。他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在这里了。他已经82岁了，还在做修理。经过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吧。继续往前走。上海的街道就像一系列永远不会结束的场景，你在周围看到听到的一切，每天都在不断的重复，时时刻刻，分分秒秒，城市在回归自己，像一个永恒的习惯。在清晨的第一缕光线下，像周围成千上百的人一样，张先生开始扮演一个彩排好的角色，他们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美丽。只要你懂得观察。然而，当太阳西边落下，谣言的小溪渐渐退去，这些上海的街道缓缓地流露出逝去时光真正的象征和特点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，它独特的巴黎风格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妾室，它被誉为东方明珠。在你前面，穿过马路，你看到一个红色的书报亭了吗？
那是我父亲曾经每天买人民日报的地方。现在你到了陕西路新乐路路口，左转到陕西路。当我看到这些古老的欧式建筑时，我听到我父亲的声音。他会对我说，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美丽的法租界长大是很幸运的。他会和我谈论伊迪丝·皮亚夫和巴尔扎克。现在长大以后，走在这些街道上，我意识到我的确是幸运的。多亏了我的父亲，我学会了欣赏身边的细节，而不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可能那就是我成为导演的原因。注意，在你左边有一个号码186号，那是一扇黑色的大门。左转，走进弄堂，然后往前走。看到你右边那些漂亮的房子了吗？在法租界时期，它们只属于一个房东，而现在通常有5、6家人合住。这些房子可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望，它们曾经被视为上海的珍贵的宝藏。为了面子，每个房东都会努力地使自己的花园成为弄堂里最漂亮的。